洋气，这是哈尔滨人对美的最高评价。从洛可可到巴洛克，从哥特式的尖顶到俄罗斯式的洋葱头，穿上公主的服装，站在圣索菲亚教堂，洋气十足。这一期跟着阿珂走进东方莫斯科，探访耀6的楼、圣索菲亚大教堂和马迭尔冰棍。对了，还有东北虎。经过4个多小时，终来到了北国冰城哈尔滨。一进到城里面啊，就感觉这边的建筑好有那个俄罗斯的风情啊，不愧被称为是东方的莫斯科。这边常住人口就有1000万之多啊。那么我们上无人机吧。哈尔滨地处东北平原北部，黑龙江省会，中东铁路的中心点，也是仅次于沈阳的第2大铁路枢纽。面积53076平方公里，人口约940万，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冬长夏短。订了一个民宿，哇，进来就是一个客厅，有冰箱，然后像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这边就是主卧，哇，还有一个阳台啊，这边看出去的风景非常的好啊，哇，是不是很有俄罗斯风情？这么一个房间呢，价格是106。行李放好了，现在准备出来逛一下。这里啊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感觉都还是很凉爽啊。冬天的话会比较的寒冷的。现在准备先去那个松花江，然后再去中央街，再去他们的大教堂。在我住的楼下呢，就是一个左转购物中心，可以看到这个购物中心都是什么 GUCCI 啊、Prada、LV 啊。没想到哈尔滨人的消费力、购买力还挺强的啊。商场里面有范杰诗、Chanel、Burberry， 都是一些，还有 Hermes， 都是一些大牌啊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江边，这里呢就是去太阳岛的码头。哇，这边停车真的好贵啊！但其实也不贵，因为他一开始呢就收了我73，我还以为是很贵啊。结果呢，他是第1个小时是7块钱，然后私语的话是6块钱1个小时。但是呢，他是要按照全天的收费，到时候走的时候再多退少补啊。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坐那个缆车的地方，所有的景点都是在这周边的。那边呢就是中央街。这边就是码头了，哇，这个松花江还是很大的。这边呢，到了冬天就是结冰的，可以在上面玩的。松花江满以誉为天河，发源于长白山天池，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，黑龙江最大支流，全长1927公里，其东西长920公里，南北宽1070公里。哇，看到了吗？还有人在那个松花江上面游泳的。但过往的船只也很多啊，感觉挺危险的。这边就是那个索道啦，可以直接到太阳岛上面的。大家熟知的那个哈尔滨冰雪世界，其实就是在左手边啊。然后再往那边过去之后呢，就是那个动物园，可以看东北虎的。在江边种的都是这种银杏树啊，哇，很浪漫啊。看到这是东北的轻工业啊，直播，就可能在直播间哪里都看得到，真的，就小心心来，不要别的，来小心心。这边就是中街啦，感觉跟中国的其他步行街也没有多大区别啊。虽然那些外观看起来比较的俄罗斯风情啊，但都是很新的了。但这里呢，在以前哈尔滨啊，它是作为中东铁路中国东北段的，然后的那个中心点啊，因为从这边呢是可以去到满洲里，然后往东呢可以去到绥芬河的。中东铁路开通之后呢，也吸引了很多俄罗斯人的到来啊。所以说俄罗斯人在这边生活，然后也影响了这边的建筑风格。包括在这边也修了很多教堂，等一下我们去这边的一个东正教堂看一下吧。可以看到步行街卖的东西啊，
全国也差不多啊，都是同样差不多的品牌。100年历史了，1906年犹太人在这个中央大街，但是他加入了俄罗斯的旗，知道吧？哦，这个是 modern，翻译成这个翻译出来，这是俄语，翻译过来是叫马迭尔。刚刚那店员跟我讲，就是1906年一个俄罗斯籍的犹太人在这边所建立的一个品牌啊，叫马迭尔，就是时尚的意思。这原味的5块钱，奶味很重，味道还可以啊。从中央大街大概走几分钟就来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，这呢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。当然，现在只是作为一种建筑了，它没有了宗教功能的。进这个教堂呢还要买门票，价格是15块钱。所以说现在呢只是一个景点，百年哈尔滨。进来类似是一个展览馆啊。你进来没有？哇，那个层高也是很高的，不是很大这个空间。然后这边就出去了，这里它没有打怪功能了。对，没有。想拍照的朋友们，中间的通道排好队。第一次来到马市之上，活动全程免费，未成年人禁止参加。距离我们活动结束还剩下最后的18分钟。在东北旅游的话，飞无人机还是挺宽松的啊，包括在这种地方，只要在游客中心登记一下就可以飞无人机了，还是很方便的。那么我们上无人机吧。东北菜的分量都非常的大啊，我点了一份杀猪菜，哇，比我2个头还要大啊！里面是有五花肉，有那个血肠，还有猪肝，还有猪肠，还有酸菜。开吃，是个血肠，味道还挺不错的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油腻的，尝块五花肉。味道不够的话，可以沾他们的蘸酱。尝一个猪肝。哇，这个猪肝还挺嫩的啊，我还挺喜欢吃这个血肠的，一点腥味都没有了。再配着这个蒜油酱油吃，感觉我把这个吃完，我都2天不用吃饭了。现在呢，又回到了岸边啦，已经快晚上时间9点啦，这边还有表演啊，我也在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好像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。对面就是中央大街，是个灯光秀啊。这灯光秀可能我的角度有问题啊，看起来感觉好像挺普通的。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。116的楼、圣索菲亚大教堂、马迭尔冰棍，这3样呢，就是哈尔滨人心目中记忆里的哈尔滨。那昨天呢已经试了后2样，那今天呢就来到了116的楼，也就是哈116场，东方的卢浮宫。这里呢已经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了。来这边刚好碰到一个哈尔滨的观众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好，你好，太有幸，太有幸，欢迎你来到哈尔滨啊，百地标王的养家糊口。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关于这边民生的问题啊，你像这边普通人的工资是多少呢？因为我看网上查了，说是3000到4000。夜展中心啊，我们那边有很多那些大牌啊，什么LV啊、GUCCI啊，就很多国际大牌。所以说我就比较好奇，这边真实的收入是多少？真实的收入和网上的也差不许多。如果是工薪阶层啊，工薪阶层也就是4000、5000的。哦，4000、5000。是啊，完了也有的备注3000块钱。哦，3000多啊，3000多。但是如果就是有做生意的和那个在机关事业单位的，他们兴许工资能高点。企事业单位的，你要是普通打工的、打工一族的，也就是对4、5千。投资不过山海关，你怎么看待这句话？这个计划有点这帮人的言论有点过了。对，当地进的货都是5块钱吗？这都是5块钱。哦，这么便宜啊？这不是5块钱，这不是5块钱，这都是5块钱。你看，这边也不用交摊位费。
暂时我们现在暂时还不用。完了要那个市里头要统一管理我们啊，要管理的啊，要管理我们，要让我们进这院里头招商。现在这样刚开始都是自发的，一天也有个几百块钱，还没到退休年，还得5、6年。房价从1万多的到几千的都有。都有啊。那现在这个区域呢？这个区域应该7、8千块钱，有老旧小区修4、5千。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哈尔滨旅游观光。哇，进到里面来真的是别有洞天，你敢相信吗？这里真的是制药厂吗？这里真的可以看到那这么雄伟的巴洛克式建筑，然后金碧辉煌啊！相信就算是法国的路易16来了，都会和他的情人留下来啊！我感觉真的比卢浮宫还要好。这里呢是当时哈药6厂啊，是在2004年花了9300万所修建的。真的应验那句话，劫道不如卖药。这边好像是免费参观的啊，但我查资料，这边1到3楼还是办公室的，然后4到6楼才是对外开放的。提起哈药6厂，大家是不是耳熟能详？想到了像新钙、中钙的钙片，然后还有感冒颗粒等等啊。这里现在是免费参观的啊。现在1楼这边呢是改成一个像咖啡厅啊、餐厅，然后还有一些商品的，还有一些服装的出租的。然后往那边走呢就是卢浮宫，就很富丽堂皇的地方啊。大家想到的哈药6厂会想到什么药呢？它有这个复方铝酸蜜片吧，还有新钙、中钙牌的葡萄糖钙片，还有罗红霉素啊，非常多的药啊！哇，当时真的是非常的赚钱卖药，也正是因为实在是太赚钱了，所以说才会挥霍无度啊！你可以看到，哇，这建筑真的是跟卢浮宫比都不相上下啊！所以说呢，也是造成了这个药厂的经济效益不行，然后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转型，然后现在做跟旅游相关的。铺天盖地的广告加上白粉的利润，当时哈药的福利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船长做不到，分房、分车、分貂皮、分金项链。东方卢浮宫正是哈药不差钱的证明。只是随着药政改革和医药广告监管的日益严苛，哈药模式也逐渐变成哈药催命夫。从2013年开始，哈药走上衰败，昔日的荣光东方卢浮宫也落得了被拍卖的命运，结果还没人要。直到近期哈药6厂改洗浴中心登上热搜，后知后觉的哈6抓住了这波流量，摇身一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打卡点。1楼这里还是有卖药的，主业还是没有放弃。我就记得那个双黄连口服液，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。我小时候在那个黑白电视机上面看他们的广告啊，是跟罗马大圆柱，然后还有4米高的水晶吊灯啊。现在这边是出口，看到它设置了栅栏，估计以后是要收费的，现在还是免费的。现在开车来到了东北虎陵园啊，在现场买票是要贵一点的。我买了惊险的套票的话是现场买是130，我在那个美团上面买只要117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入园吧。这个园区离市中心很近的啊。这里呢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4点半，但是冬季的话是到4点钟结束。这边在拿肉啊。像这边的肉的话，100块钱有4块到5块吧，有5块肉。然后这边是惊险车厢的那个窗会大一点。我们走了。这边就进园区了。虎陵园啊，是国家4A 级的风景旅游景区，1996年成立，到现在都已经发展成千湖之园了。这里边散放的100多只东北虎，关在笼子里的200多只，一共是300多只。还有几百只在我们另外的2个园，一个在沈阳，一个在横道。那3地虎园啊，被称为千虎之园，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种源繁育饲养基地了。
虎林园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，每个园区里的老虎都是按年龄段给它划分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园区里的老虎呢都是同岁的，它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发小。对，为什么说它们是发小啊？那都知道一山不如二虎吧，除了一公和一母。那我们会在每个园区里放上几十只老虎在一块儿生活，就是因为从小2个月大的时候给它放一块儿养的，让它们彼此熟悉身上的气味，长大了才能和平共处的，不然的话就会打架了。我们首先进入的这个园区啊，里面都是2岁半的小虎，还未成年。老虎它们几岁成年啊？4岁成年就可以繁育下一代了。大家看右手边就有老虎。对，大家看它呀，它长得胖胖的，这是一只雄性东北虎。看它耳朵上有个黄色的号码牌，按照国际惯例，男左女右来区分。黄牌子如果打在左耳朵上的就是雄虎，右耳朵上的是雌虎了。蓝鹿。对，看我们的路上还有一只蓝鹿虎啊，还有一只蓝鹿虎。哇，这边的老虎好漂亮，养的都很好啊。我们的老虎长得非常的好看。好了，各位游客，我们的竞选车有没有想投喂的？这是你们和老虎互动的一次机会啊！既然来了，可以感受一下喂虎的乐趣。再往外塞，你俩快点点，再往外塞。明白吗？哦，哎，这一人来处。这个是个公虎啊。它在那捡吗？吃了给我拍，给我拍呀呗。这按喇叭都不过来了，都吃饱了。这边是6岁的成年虎，老虎还有网红啊，叫航航啊。太远了，大哥。这边的老虎都好高冷啊，肉饭都不吃。所以说大家来的话还是早上来啊，就是下午他们都吃饱了。哎呦，我连看都不带看的。赶紧喂了啊，要不等一下肉都没喂完。没事，你拿回去辣椒炒肉吧。对，在这能够的地方嘛，前位集中点位，它能够着吗？还有几块？还有4块，还有4块呢，你再喂2块去。对，有老虎不？有老虎是有，怕不吃了。在每个园区之间呢，都是有这种铁门的，然后有一个哨台，然后负责开关的。掉就行啊。这个3岁半，哇，这个好魁梧啊，长得好肥胖啊。这还是一个电车啊，现在游览完了，现在可以步行来游览。肉条20块钱，加鸡80块钱，哦，野鸡150。这边还有2只在睡觉的。这个是狮虎兽，可以看到明显是比狮子跟老虎都要大的。狮虎兽它的命名就是根据父母的关系，像狮虎兽就是雄狮跟雌母，虎狮兽呢就反之。可以看到它们跟螺是一样的，是不能繁衍后代的。白狮子，哇，但是看它好瘦啊。这个其实类似于人类一种白化病啊。麦姐那里不能拍摄啊，我看了一下那个配料表，是有那个写的动物骨骼的，最便宜的一瓶那个壮骨酒都要500块钱。哦，这边还有可以领养东北虎的，像个人方式领养的话是588一只1年，然后会给你发证书之类的，然后2次免费入园。现在来到了太阳岛啊，旁边呢就是那个冰雪世界，价格是260一个成人票，我就不去了啊，因为对我没什么吸引力，我就来这边参加一下他们的啤酒节，但我也不能喝酒，只能看一下了。
那个摩天轮好像要单独收费的，价格是90多块钱吧。这里就好有氛围了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有5个表演大厅，而且是5个不同的啤酒公司的。哇，看到一个中医冰淇淋啊，好吃不怕寒，它的一个黄姜味的，真的有那个姜黄的味道哎。买这种甜筒的价格呢是28，价格有点贵啊，但味道还是不错的。